即日起，巴育亡国。天官为虎，天官为虎，天官为虎，天官为虎。天官，据金陵来报，陈家被一一灭门了。你说什么？多多，等会儿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能出来，听懂了吗？叶倾城，陈家养了你20年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，害死你父亲还不够，你要灭陈家满门吗？您说对了。叶倾城，你这个丧尽天良的小畜生！妈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老爸的骨灰，我亲手把它从地下挖出来，又亲手放到灶坑里烧了3天3夜。只可惜呀，老爸不经烧，就剩这么点儿了。叶倾城，你败坏人伦，你不得好死！闭嘴！放手！放开我！吃吧。放手！你放开！妈，是不是很酥软呢？你把它吃了，你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。陈家养你20年，我们对你不好吗？妈，既然你对我这么好，那就为了我去死吧！叶倾城，你誓不杀我，陈哥不会放过你的。别再提陈昌哥那个废物了，他已经3年杳无音讯，说不定早就死在北冥了。叶倾城，我杀了你！啊！要不是总督之子喜欢你这个人妻，你以为会留你到现在啊？带走！取我阴阳龙蟒袍，高挂金陵城头。龙袍出，数万民；蟒袍祭，血洗城。天官是挂龙袍还是挂蟒袍？你说呢？属下明白。总督大人，总督大人，不好了！金陵城头被人挂上了阴阳龙蟒袍啊！什么？那个大人物不是已经消失3年了吗？为什么会有阴阳龙蟒袍出现在我金陵城头？不清楚啊！你们看清楚了吗？是龙袍还是蟒袍？是蟒袍。蟒袍祭，血洗城。
完，我金陵要亡了。妈妈说狼烟飘，唢呐响，爸爸就会踩着七彩祥云回来。爸爸，妈妈被坏人抓走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救妈妈？小杂种，可算是让我找到你了。对不起，朵朵，爸爸来晚了。天官，去金陵站外密报，叶倾城与叶少天在龙腾酒店庆功。庆什么功？庆陈家灭门。找死！带上这块碑，给叶家送终。各位金陵世家主，陈家已灭，即日起由我来担任金陵商会会长。凭什么陈家灭了，这个商会会长理应更为投票选举？没错，如此重要的位置，本应能者居之。你一个黄毛丫头，没这个资格。他奶奶的！不长眼的东西啊！我姐已经和大夏第一战王燕京高龙定下了婚约，她现在可是战王夫人。第一战王，燕京高龙，他不是大夏都国高明远的儿子吗？没错，秦家乃燕京第一世家，没想到叶小姐能和这样的超级世家联姻。怎么样，各位现在还觉得小女子没有资格吗？我金陵宋家支持叶小姐成为金陵商会会长。金陵王家愿意无条件支持叶小姐。我们金陵各大世家全部与叶小姐马首是瞻。光说有什么用？只靠嘴说，怎么能让我看到诸位的忠心呢？那叶小姐想要怎么证明啊？这里呢是昔日金陵第一家族陈家满门108口的骨灰罐。如果你们想要表忠心的话，那就跟我一起摔罐起誓。怎么，这就怕了？从今往后，我金陵钱家就是叶小姐您的一条狗。今日起，金陵陈家亡。陈家亡不了，倒是诸位马上就要归西了。是谁在装神弄鬼？不对，我的腿啊！我的腿断了！姐，快来救我！我的腿断了！啊！少天。
爸妈、静书、多多，长歌无能，让你们无辜枉死。今日我来替你们报仇了。陈家遗孤陈长歌，特来为各位送终。陈长歌，你这个废物居然还活着！毒妇，你灭我陈家110口，今日前来只为索命。姐，别跟这个废物浪费口水了，快来找人把这个破碑给我抬走啊！别白费心思了，此碑名为女娲碑，乃鸿蒙补天石所铸，净重84000斤。别说你们这帮废物了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无法撼动分毫。女娲碑，就是那个碑文刻字9足连珠的女娲碑。放屁！女娲碑乃大夏郑国神器，一直收藏在北冥的神殿里。你哪来的小瘪三儿？整了块破石头，竟敢冒充女娲碑？哼！即便这真的是女娲碑，那也需要上古东皇钟催动其神力。别告诉我，你这口破钟，就是上古东皇钟吧？啊！算你还有点见识。哈哈哈哈！笑死个人！区一块破碑，被你们吹得天花乱坠，洒家不才，曾赤手空拳倒拔垂杨柳。今日洒家要看看这破碑到底几斤几两。区提辖也敢妄动女娲碑，你就不怕亵渎神明，当场暴毙？陈家废物，休再装神弄鬼！今日洒家便破了这狗屁女娲碑。这怎么可能啊！这鲁提辖可是金陵第一勇士啊，就这么死了！连块破石头都搬不动的废物，死了正好。毒妇，碑文刻字9足连珠，在叶倾城这3个字刻在石碑上前，我给你3次机会坦白，你为何要灭我陈家？狗屁株连九族，你当老子吓大的！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这第一字，灭你叶家100年财运，叶家即刻倾家荡产。陈长歌，你陈家的资产已被我收入囊中，如今的叶家富可敌国，就凭你一句话就让我叶家倾家荡产，你简直是在吃人书梦！不好了，叶总，叶氏集团所有供应商全部停止供应了。不好了，叶总，叶氏集团资金链断裂，合同违约，面临1000亿赔偿。不好了，叶总，叶氏集团被强制破产，所有资产被数价拍卖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毒妇，你还有2次机会，现在坦白，我留你一具全尸。狂妄蝼蚁，好大的口气！竟然是赵无极赵大师，听说他也是大宗师境界，距离战神仅半步之遥。赵大师出手，陈家余孽必死无疑。一个小瘪三儿，哼，竟敢在叶小姐的会场上捣乱！赵大师，您终于来了。您要是再晚来半步，这个狂徒就要大开杀戒了。叶小姐别怕，我乃高家门客，你既是高少的未婚妻，那便是我的主人。今日有我赵无极在，我看谁敢放肆！不愧是大宗师，说话就是霸气。陈家废物，不是很嚣张吗？大宗师在场，屁都不敢放了。陈长歌，就算你让我叶家破产了又如何？我未婚夫可是大夏第一家族的继承人，我叶氏早晚有一天会东山再起。
而你今日就会成为赵大师的剑下亡魂。我要灭你叶家，别说区高家，就算是大夏国主也保不住。混账！当着本宗师的面还敢大言不惭，宗师不可辱！陈长歌，你找死！不愧是大宗师啊，竟然可以领空御剑啊！宗师强者恐不如斯啊！陈长歌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天官，区大宗师交给属下便是。不用，我要亲手打烂这毒妇的所有倚仗，我要让他知道，他招惹的是何等恐怖的存在。哼，死到临头了还大放厥词，赵大师还不赶紧杀了他！蝼蚁，感受宗师之怒吧！这怎么可能？为虎作伥，该死！大宗师都不是他的对手，难道他是战神？完了，这金陵的天要塌了！陈长歌，赵大师可是帝都高家的人，你杀了他，高家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毒妇，先照顾好你自己吧。天地无极，万里追踪。这第二次，灭你叶家百年气运，即刻桎梏加深。姐，我快要死了，快来救我！陈长歌，你到底使了什么妖术？毒妇，你只剩最后一次机会了，说出真相，我留你姐弟全尸。陈长歌，就算你会妖术又如何？你就算是法力通天，也休想救你的妻子和女儿。你说什么？静书和朵朵还活着？只是现在还活着，不过马上就要死了。毒妇，说，静书在哪儿？我女儿在哪儿？说出来，我留你一个全尸。陈长歌，有本事你现在就杀了我！你要是不杀了我，我必定会杀了你老婆孩子，我要让你陈家死绝，一个不留。那我让你弟弟先死。陈长歌，你杀了我弟弟，我要让你血债血偿！陈家上到父母，下到仆人，他们20年如一日养育你长大成人，你却残忍伤害陈家110口人命，到底是谁让谁血债血偿？该死，他们都该死！我实话告诉你吧，陈长歌，咱妈就是被我一刀一刀给捅死的，你又能拿我怎么样？毒妇，你找死！陈长歌，你不敢杀我，你给我看清楚了，这是什么？竟是烽火剑！此危险，叶小姐必死之局力解。一支烽火剑，千军万马来相见呐！老朽数十年前曾在南疆军中看到过此盛况。诸王策马驰骋，大军川流不息，属实壮哉呀！陈长歌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烽火剑起，诸王降临。金陵统帅诸王的战神是我未婚夫的生死兄弟，他若来了，一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拿鸡毛当令箭，真以为就能保你一命了？也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未婚夫的兄弟够不够我高看一眼。你若还有千军万马，也一并叫来，我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待会儿一定让你跪地求饶。烽火剑中的子母荧光虫能日行千里，不到1时3刻，诸王就会赶到。诸王一来，血流飘出，届时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好大的口气啊！他们到此若是黑白不分，闭户而等，来一个我杀一个，来2个我杀1双。斩我！是哪个胆大包天的匹夫？
白泽大人，就是他，此人目无法纪，为非作歹，当众杀害了赵大师和我的胞弟，还扬言要灭我叶家满门，所以我才冒昧的召您前来，杀了这狂徒。白泽大人，这小畜生嗜杀成性，罪无可恕啊！我愿倾尽家族所有，换白泽大人一次出手的机会，诛杀此僚，以正法典。不知死活的小小之徒，也敢祸乱我白泽玉下的金陵！今日我必将你剥皮宣草，悬挂金陵城头，以儆效尤。居然是您！陈长哥，你连白泽大人都敢偷袭，你死定了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还不快跪在白泽大人面前叩首谢罪，不然要你生不如死！我若不叩首谢罪，你便要取我项上人头。白泽不敢。你有何不敢？方才还说要将我剥皮宣草，悬挂金陵城头呢。大人恕罪。你何罪之有啊？不是自诩正义人士，要惩奸除恶，还金陵一片朗朗乾坤吗？大人饶命！他是什么人，竟能逼得金陵战神主动向他下跪？难不成这陈长歌还有我等不知的身份？不可能，他就是个军中最末等的大头兵，给白泽大人提鞋都不配。白泽大人，您这尊贵之躯……贱人，作死不要带上我！我等蝼蚁能见天官，已属上天眷顾。你何来的狗胆对天官百般侮辱啊！天官大人，这贱人满口胡言，不知死活，我这就带您处决了他。我有说过要你放下，要你站起来吗？在此长跪反思吧，好好想一想，你御下的金陵为何蛇鼠横行？杯中茶水等同你日后的气运，捧着吧。天官，他竟然是天官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听说北冥天官因杀机过重，被国主画地为牢，终身进入北冥神冢。他怎么会在此？白泽大人，我对他了如指掌，他就是个身无长物的废物，花重金疏通了关系，才加入了北冥军。以他的本事，这辈子永无出头之日，怎么可能是北冥天官？你一定是认错人了！鼠目寸光的蠢货，你懂什么？叶倾城，你身为陈家义女，你本也能随我乘风而起，扶摇直上，可你自毁前程，以我陈家满门110口性命去做你潘高枝的投名状，你好生歹毒啊！我靠我自己的本事攀高枝，我有什么错？你爹那老狗虽说收我作为义女，可后来又将我赶出家门，不闻不问便就罢了，甚至还放任陈家人公然欺辱于我。那老狗就是该死，你们陈家所有人都该下地狱！叶倾城，你一派胡言！父亲将你视若己出，说你天资卓越，未来有望执掌金陵商海，但念你年轻气盛，缺乏历练，故此赶你出去完善己身。他对你期望颇高，屡次暗中相助，更是嘱托我日后拉你一把，为的是有朝一日让你接管陈家。父母爱子，则为长远之计，真是白下了陈老爷子当年的苦心了。东郭先生与狼，农夫与蛇，叶倾城与陈家，可堪当世恩将仇报之典范。这不可能，你一定是在骗我！叶倾城，父亲书信尽数在此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不可能，陈长哥，这书信一定是你伪造的。那老狗心思歹毒，我怎会杀错？我爹也是被你所害。你不是无所不能的天官吗？你岂会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？我暗中绑架了他，逼他将陈氏转让于我。但是那老狗不识抬举，你猜他后来怎么样了？他骂我一句，我就捅他一刀，我足足捅他了28刀呢。你若不死，天理难容。我不杀你，枉为人子。天地无极，摄领轮回，这第3个字，灭你3魂7魄，
叶倾城即刻魂飞魄散。陈长哥，我赌你根本就不敢杀我，你杀了我，你的妻子和女儿即刻就要与我陪葬，到时候你就彻底举目无亲了。纵使日后立于权位之巅，想泼天富贵又能如何？你终要在煎熬与悲痛交织中悔恨终身。叶倾城，你自信过头了，金陵不过弹丸之地，在你死讯传开之前，我早已一家团圆。自信过头的人是你，我若是说他二人不在金陵呢？没有我的指引，你休想找到他们。说出线索，我留你神魂。死后的事儿，我又岂会在乎？陈长哥，你若跪地立誓，许诺无条件的原谅我，而且永远不会向我寻仇，我便大发慈悲，帮助你们一家团聚，如何呀？你没资格和我谈条件。少废话，我给你10秒钟斟酌，你若拒绝，我便自绝于此，你就等着为你的妻子和孩子收尸吧。叶倾城，你对天官一无所知，何须用10秒？这一仗便是我给你的答复，屈服是你唯一的选择。陈长哥，是你要鱼死网破的，你要是想向我复仇的话，那我们就阴曹地府见吧。天官，毒妇已毒发身亡，夫人和小姐想死没这么容易。这是龙腾酒店啊！我刚才已经死了，这一定是阴曹地府。陈长哥把你灭杀了。陈长哥，战王已经替我报仇了。陈长哥，我就算是做鬼，也要跟你势不两立。愚昧无知，鬼岂会因痛颤抖？不可能，我刚才服下的可是7度鹤顶红。那又如何？你死1万次，我救你1万次，我就是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他在骗我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在骗我？叶小姐，你确实死了，可又被天官大人把魂给你拉回来了。这生不如死的滋味如何？陈长哥，你如此这般羞辱我，难道就不怕战王与你不死不休吗？王不可辱，我可是战王的未婚妻。高龙那卖官鬻爵的纨绔，也能被你当作威胁我的倚仗？叶倾城，你莫不是黔驴技穷了？纵是卖官鬻爵，那也是实打实的当朝贵胄。我夫君权势滔天，你一个并无官职的小小天官，只配做他的玩物。权势，叶倾城，你对权势一无所知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是你公公高明远捧着1品花翎立于此处，我依旧能把你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哼，好大的口气啊，陈长哥，你真是把金陵当成你一人当家做主的北冥了。叶倾城，你不相信？好，那我便让你亲眼看着我是如何一步步击碎你所有的骄傲，打烂你所有的倚仗的。大胆！竟然如此对待战王夫人！我是奉少爷之命，特来邀请叶小姐去参加她和沈静书的喜宴。混账！还不快给叶小姐松绑！你口中的沈静书，可是陈家少夫人？你是陈长哥？哈哈哈哈！你这个臭当兵的，竟从北冥回来了！今日你老婆嫁人，你这绿毛龟，要不要跟老夫去讨个喜酒喝呀？找死！
静叔要是有个好歹，换一坊就是你今后的归宿。我去救静叔，你去通知八神卫，带800天兵，即刻开往总督府。遵命。天官，这其余人等起来。金陵蛇属聚集于此，贪官相庆，你本难辞其咎。但天官念你有悔改之心，便愿意给你一次机会。玉英大人放心，属下3000亲卫包围此处，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染指过陈家的卑鄙小人。感谢。哟，来了，各位，哎呦，谢谢，里边请，接连礼啊，不愧是总督公子的订婚宴，江东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都来了，真是我等潘龙夫妇的大好机会。哎，赵家主，你的眼界窄了。这次宴会，战王会亲自到场，在战王的眼里，江东的权贵不值一提啊。江公子和一个破鞋的婚宴，居然惊动了战王，这江总督好大的颜面呀！长哥，你说会保护我一生一世的，可你的发髻都要被别人抢走了，你在哪儿呢？我等不了你了。哎呀，真不愧是江东第一美女啊！这脸蛋儿啊！走开！我真不明白父亲是怎么想的，不让我碰你，非得把你赏给江晨阳那个废物。哎呀，一朵鲜花就这么插在牛粪上，真是可惜呀！趁还没被江晨阳这头猪给拱了，先让老子给爽一把。哎，我保证，让我爽完之后啊，好处自然少不了你的。你别逼我！你个贱婢！你敢拿刀抵我？你装什么贞洁烈女？老子看上你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分，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！你爽，我也爽，你干嘛要抗拒呢？啊！找死！我的女人你都敢动？长哥，静叔，你放心，江家和战王欠你的，我会让他们加倍偿还。走，去看我如何为你雪恨。犬子不才，而立之年才举办新婚大典，感谢四方来宾不辞辛劳前来瞻观，为聊表谢意，老夫承诺，凡赠礼贺喜者，我江家日后数倍奉还。我宣布喜宴开场。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赵家送上凤冠霞帔、金龙绣袍各一套，祝江公子喜结良缘。金龙绣袍、凤冠霞帔，这是古代皇室才有资格在婚宴中用的好东西呀！妙啊，好宝贝，赵家主有心了。雨过天晴云开处，夺得千峰翠色来。我李家送上青花梅瓶一对，祝江公子百年好合。老夫识得此物，这是国礼，帝王珍藏啊！
总督大人慧眼如炬，今后还望总督大人照拂我李家一样啊！我孙家为表忠心。陈家是那个被灭门的陈家，难道说陈家余孽陈长歌来寻仇了？大喜的日子顺口棺材，还敢诅咒江公子？这些人呐，真他妈好大的狗胆！来人，把这几个闹事的就地处死！叶倾城，你怎么如此狼狈？你个贱货，你竟敢逃婚！江少爷，你该不会还想着要去沈静书这只破鞋吧？陈长歌这杂碎今天找你索命来了，你今日这喜宴怕是要给葬礼了。哼，他也配？陈家都被我们杀干净了，难道还想单枪匹马报复我们一群不成？江少，你可别小看他，他会妖术，而且在那苦寒之地混出了点名堂，当上了天官。天官？天官是几品？神棍也配频频论级？大夏体制内就没有天官一职。我当是多大官呢？原来是不入流的阿扎货色，也敢从我手里抢女人！来人，给本少废了他！你又是哪儿来的恶徒？敢在我儿大喜之宴暴起杀人，置我江家颜面于何地？置大夏律法于何地？老狗，天官有心送礼，你别不识抬举。我总督府岂容尔等在此造次？战王在此，何须动用守卫？我儿言之有理。战王。这狗东西在此纵下行凶，横行无忌，若不赶紧将其制服，我等恐成天下人的笑柄。小人斗胆，恳请战王现身与之一战。奇怪，战王去了哪儿了？战王何在？此时不出，更待何时？怎能让这一个孽障骑在我等头上？请战王现身捉！你们千呼万唤的可是这个废物？你的犬牙都在等着你呢，还不快滚出来！陈长歌，你真的是疯了！你这么做就是在打天下诸王的脸，他们一定会将你剖腹挖心，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，最后再将你挫骨扬灰。长哥，我们惹不起战王和这个疯子的，要不把他放了吧？看到了吧，陈长歌，就连沈静书这条母狗都比你看得明白，活了20多年，都活到狗身上去了。天官喜庆，你给我闭嘴！主母莫怕，他们奈何不了主上。陈长歌，你敢把我放在棺材里，你死定了！他让我颜面扫地，可我又打不过他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你若不服，那便再战，战唯有一死。张老狗，我受邀前来赴宴，却被沦落至此，
你一定要妥善处理，要不然我回去禀报父亲，将你革职查办，一家老小发配边疆。战王息怒，战王息怒！我即刻处置这个恶徒。小小天官也敢侮辱战王，今天就教你就地正法。听说你会法术啊？本少要让你死，多大本事你都活不了。死之前让你看清楚，我就是这么杀你全家的。现在到你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伙同叶倾城灭我陈家，又意图夺我所爱，我不会这么轻易让你死。不过陪你玩玩也无妨。现在子弹满堂，你觉得你有几成机会杀我？长哥，不要！师承，是你给我的机会，贱人，他就要被我爆头了。啊！什么？说错了。再猜，现在只有1颗子弹，你猜你有几成活命的机会？哼！狗胆包天，在我总督府竟敢持枪胁迫我儿，我即刻将你碎尸万段！擅入者死！老狗，你看清楚，现在是我给他机会。江晨阳抢我妻子，我本可以直接要了他的小命。原本你只能死，现在有机会活，赌不赌？一派胡言，我儿赌不得。哼，脑袋掉了碗大个疤，怕什么？给他赌！战王大人，赌不得呀！我们江家就这一个独苗啊！放心吧，江晨阳他死不了。江晨阳，你个娘们的，磨磨唧唧干什么？他妈是不是男人？放肆！多嘴多舌，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我赌，还是师承，我必活着，我怎么可能死在你这个废物手里？哼，你又错了。陈长哥，你欺人太甚了！老狗，是你欺人太甚。陈长哥，你休要猖狂，别把我金陵当成你北冥的1亩3分地儿，瞪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别以为我们江家会惧怕你这个只知动武的蛮夷！哼！传闻中，江总督曾于危难之中救济过国主，被赐下黄马褂加以奖赏。没想到传言中竟然是真的。穿上黄马褂，尊贵如天子。他陈长哥要是敢打江总督，这罪名远超造反。听到了吧？我有黄马褂在身，如今已是尊贵之躯，你却使我刀剑加身。陈长哥，你这是想谋反吗？权力面前，你屁都不是，只能沦为我父子的玩物。想复仇啊？下辈子投个好胎吧。爸，现在就杀了他，他也不敢反击。抽他，狠狠地抽他，替我报仇。只是抽他，如何雪耻？
跪下。对，跪下，让我们好好折磨你，再跪着看我怎么玩你的女人，我好让我爹给你留个全尸。找死！你有胆就开一枪试试。哎呦啊！陈长哥，你这一枪无异于谋反，国主降罪下来，你死罪难逃了。你江家统御金陵世袭罔替，确实贵不可言，但你纵容蛇鼠，灭我陈氏满门，实属昏庸无道，荒谬至极。江家德不配位，还有何资格鸠占鹊巢？捧上来！镇国至宝，诛邪金鞭。镇国至宝，诛邪金鞭，上打昏君，下诛佞臣，有此鞭在，就连国主也不敢忤逆执法者的意愿。若是把黄毛褂视作天职龙袍，诛邪金鞭可是连天职都能教训的戒尺，江总督怕是要栽在陈长阁手上了。江若年，你尸位素餐，败坏金陵，今日我便替国主削去你顶上花翎。陈长阁，你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你无权知道，即刻伏法，脱下官帽。爹，你糊涂啊！这诛邪金鞭来路不明，又不知真假，你。我儿身边出现几场定局，我们切入尽了。江若年，你纵子行凶，目无法纪，放任江晨阳伙同叶倾城灭我陈家满门。我本该以牙还牙，灭你江家满门。但念你有恩于国主，我便给你一个保全九族的机会。你若能大义灭亲，当众处决了他，我便放你九族，许你告老还乡。你欺人太甚！虎毒尚且不食子，你竟逼我残害我儿！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惨绝人寰的恶毒之事吗？天官何曾逼你？他分明是在给你机会。你若犹豫不决，或是力保江晨阳这个狗东西，不用天官下令，我立即带兵灭你九族。都说纵子如杀子，我年过半百才明白这个道理。爸，你冷静啊！我可是江家的独苗，你杀了我，江家就绝后了。儿啊！别怪爸，都是你咎由自取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啊！等等，你这个孽主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爸，亏我还是你儿子啊！危难关头，你把我亲如婢女，你可真是我的好爸爸呀！既然你不念你我之间的亲情，好，陈长哥，你不是还有个女儿吗？我用你女儿的下落换一个机会，只要你让我杀了这个老畜生，并且让我活，那我就……你这是要彻底葬送我江家呀！
我也按您的吩咐打死了这个畜生。您能否高抬贵手，放过我们金陵江家？他知我女儿下落，你为何不让他说？那位权势滔天又睚眦必较，我惹不起，我岂能任由这混小子意气用事，在将我江家囚卒株连绝境中啊！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我提醒你一句，要想一家团圆，就尽早去燕京吧。敕令，将江晨阳尸骨暴尸荒野，将江若年。长哥救我！叶倾城，放了静书，否则我势必将你囚禁于北冥神殿，让你永生永世承受着无尽的折磨。陈长哥，这个贱人现在是你唯一的软肋，我只有拿捏住他，你才会乖乖的向我臣服。不想让你的女人死，就立马给我跪下。你想让这条母狗死就尽管来。长哥，陈长哥，你给我听仔细了，马上安排一架直升机放我走。我可以放你老婆，甚至还可以大发慈悲地告诉你，你女儿在谁手里。否则的话，长哥，你快放她走，多多，我们的多多。叶倾城，我可以放你滚，但无论你滚到哪里，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即刻追击！是。静书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救回我们的多多。静书，静书。陈长哥，你的女人现在还好吗？叶倾城，你尽管逃吧，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狼狈逃窜吧。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把你揪出来的。逃？我为什么要逃？陈长哥，你知不知道，你我二人的宿命之战不过才刚刚开始。陈长哥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，老子和倾城已经到燕京了，燕京是老子的地盘。在这里，除了国主和我爸，其余人都他妈是一群垃圾！垃圾！陈长哥，你那女人所中的断魂水是我秘制的奇毒，3日之内若是不能服下解药，她呢就会毒发而死。你对她用情至深，我想你应该会来燕京求我救她的狗命吧？自以为是，你那雕虫小技，我即刻便令其土崩瓦解。陈长哥，别以为你用妖法给那贱货解了毒，你就可以一直龟缩在金陵当王八。我告诉你，下令灭你全族、杀你陈家满门的人就是我爸。你不是要报仇吗？那你来燕京啊！啊！陈长哥，我们在燕京等着你。你若是敢来，我们一定将你剖腹挖心，取你的心头血，做都国寿宴的开门红。哦，对了。我不是答应过你要告诉你那个小杂种的下落，他就在燕京。我想这会儿该正饥不择食的跟野狗抢饭呢。杀我全族，欺我至亲，又公然挑衅于我，就算是国主，也难保尔等项上人头。请天官责罚，我来晚了一步。他二人也与都国派来的战机会合。起来吧，
现在我要你速去召集81路战王，即刻带100万部众人围困燕京。这燕京乃是天子脚下，百官聚集之地。若是100万大军将领帝都，势必会引起国家动乱。届时百官口诛笔伐，天子降罪，还望天官三思而后行。多说无益，我意已决。纵使举国动荡，天子震怒，百官横眉冷对，我受万夫所指。我亦要让大军开赴燕京，灭门之仇终是要报。谁若拦我，便是我陈长歌的仇人。即刻发兵，大军压境也好，也该有人站出来为国主清扫燕京了。是，元英知道，这就去办。我们回家。天官有令，围困燕京。遵命。大王，你的2条废腿已经恢复如初了。另外，贫道还帮助你打通了任督二脉。现在你的实力已经是宗师之上，半步入玄了。多谢国师再造之恩。国师，日后我认你为父如何？孺子可教。起来吧。此物赠送于你，此乃元首仙丹，服下以后可让你片刻入玄。叶小姐，贫道托付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啊？除了陈家的那个小杂种，其余的99位弟子都已悉数取走心头血。好啊！等那陈长歌来燕京入瓮，就是这个小杂种无用之时。到时候我要让他亲眼看着我用他女儿的心头血玉丹。哦。都大人，不好了！燕京城外发现大批不明来历的兵马。什么？有人趁着这个节骨眼儿起兵造反？不知道，但其来势汹汹，怕是要让燕京变天。不如暂缓或取消寿宴。混账东西！取消寿宴，我堂堂都国岂不成了天下人的笑柄了？这样，宴会继续办。你速速去太玄门请江玄德，让他派出10大长老来给我看家护院。是。感谢诸位来参加我父的80大寿。我父亲最近身体抱恙，晚些再到。先由我来接受诸位的送礼献宝。王家送松鹤延年图一副，祝高大人万寿无疆。好你个王德顺！我父亲80大寿，你竟送挽联诅咒他！你好生大的胆子！来人，把他拖下去喂狗！冤枉！冤枉啊！王德顺的老狗真是不知死活。战王息怒，看看我周家送的礼物。窥探，周大发，你他妈也活腻了！拖下去！冤枉！冤枉！战王，我冤枉！是有人陷害我呀！我冤枉呀！冤枉！冤枉！你们他妈的活腻了吗？来人，把这群不知死活的东西拖下去喂狗！战王，
你先息怒，这一定是陈长歌搞的鬼。天官大人到！你倒是不傻，不似战王这个蠢。你倒是不傻，不似战王这个蠢货。高家乃燕京一等名门望族，高老更是督国之职，又兼帝王之师。高老80大寿当日，他这般配马都要登门，简直不知死活。战王已勃然大怒，不消一时三刻，你和这几个乱党便会被战王撕成碎片。陈长歌，哈哈哈哈哈！你还真敢来呀！我还以为龟缩在金陵当王八呢。陈长歌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非要硬闯。都国的寿宴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你都敢来搅局，我看你才是个愚不可及的蠢货。我等前来为高都尉祝寿，你二人却对我破口大骂，这就是你高家人的涵养，高府的待客之道吗？一派胡言！你以妖术作乱在先，披麻戴孝在后。陈长歌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我说了，送礼。礼呢？尔等在此刻3个响头，我自有大礼送到。此处是主家，主人带头跪，从你开始吧。陈长歌，我已打通任督二脉，半步入玄，谈孝心即可让你人头落地。你还敢在我面前造次，王不可辱！陈长歌，你纳命来！王不可辱，我偏要试试。陈长歌，你他妈放开我！我爸是督主，我还认了国师为干爹。陈长歌，赶紧放开战王！这可不是求人的姿态。想让我放过这只臭虫，那便在此3跪9叩，以为陈氏亡灵。陈长歌，你也就只敢拿我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来出气。你要是真有本事，去找幕后主使清算呀。你放心，他跑不了。陈长歌，督国大人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的。他纵使来了，也会如你这般3跪9叩。陈天官，老夫毕生华发，行将就木，这迟暮之躯，恐怕难以让你如愿呐。高大人，你姗姗来迟，可让我好等啊！救我！孽畜，你还有脸喊我？天官大人来为老夫祝寿，令我高家蓬荜生辉。你就是这样替老夫招待贵客的？高大人，您错怪战王了，这都是……闭嘴！你还没有加入我们高家，就令我儿战王做出了如此败德之事。我想问你，你是何居心？哼！管家，还不赶快把这2个不知礼法的孽畜给我带下去！他们俩简直把我高家的老脸都给丢尽了。陈天官，还请移步上座。天官大人，请。少爷，我们先走吧。哼！干爹说这元首仙丹真能助我片刻入玄。陈长歌，我看你还怎么与我斗！天官大人，请息怒，气大了伤身呐！望你我化干戈为玉帛呀！都门茶水贵，长歌饮不得。
好啊，陈长哥，你他妈完了！孽障，你疯了！管家，还不赶快把这个孽障给我带下去！啊，陈长哥欺人太甚，你要是不给他颜色瞧瞧，他就敢再骑在你头上拉屎。此前有人问礼，而今大礼来了。第一份礼到，以战王之血写杀帖。爸，杀他已知晓是您下令屠他满门，他若不死，死的就是您呐！第二份礼到，以战王之师下战书。你大刀手刃，让我颜面扫地！你杀我爱子，让我狗家后继无人！他还让我痛失了丈夫，让我守了活寡，这一切都是他的错！你万死难辞其咎！现在装不下去了，我不过杀你一子，你便怒不可遏，喊打喊杀。你下令屠我陈家满门时，得意的嘴脸呢？我知你为寻仇而来，我本不愿与你计较。我想着，若你能好生求我，我便上书国主，厚葬你陈家满门。奈何你把骨头挥向了我儿，去把他给屠掉，为我儿报仇！江玄德也敢管我与这老狗的纠葛？他忘了是谁点化他的吗？陈大哥，你究竟使的是什么妖法？有眼无珠的老狗，天官神术也敢说是妖法？太玄门10大高手也配与天官为敌，连江玄德都是天官徒弟。老狗，丧子之痛的滋味如何？你休要猖狂！老夫的府里还有8000精兵呢。你可以试着教一教他们，看看他们会不会回应。你府中精兵早已被我尽数控制，如今你已是待宰羔羊，你还有什么可依仗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老狗，该你伏法了。想让老夫伏法，老夫所犯何罪？你在其位不谋其政，尸位素餐，早已成为国主的心腹之患。你以权谋私，残害生灵，致使得我陈家满门死于你的手中。上嫉妒于天子，下荼毒于百姓，你还不承认你的累累罪行？黄口小儿，金口雌黄！你这样大放厥词，纯属是对老夫的污蔑！污蔑！你当着我陈家满门110口的灵位前再说一遍，这是污蔑！
实无面不假，老夫何曾屠戮你陈家一口啊！你虽未执掌屠刀，可却是你下的令，让刽子手蜂拥金陵。你可曾想过，那些刀下的冤魂是何等的绝望？我儿已为你所杀，难道你还不愿就此止戈吗？战王的尊贵之躯，还比不上你陈家的那些烂命吗？众生平等，他杀我陈家110口，我也该要他高加110口人命。但我不愿伤及无辜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一切都该让幕后主使来偿还。收手！让他在此3跪9叩，一位王者，在天之灵。陈长哥，你真的是疯了！陈长哥，你敢造次！我乃督国百官之首，国主之家权力巅峰。上一个以权压我之人已经死了。陈长哥，我为帝师，圣人有言：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。我也算国主的半个父亲，你胆敢让皇亲国戚当众下跪吗？你也敢自称为皇亲？国主岂会认贼作父？跪！陈长哥，老夫桃李满天下，你这般对我，他们岂会让你如愿？你们还不赶快来护我啊！我乃燕京兵马总督，我乃天下粮部总督，我统御吏部。韩道是不可容。参天大树根深蒂固，站在你面前的可是朝堂的半壁江山。陈长哥，若你执意如我，他们定会以死护我名节。届时如果巨舰3尺高台，你拿什么向国主交代？好一群冥顽不灵的忠犬，可惜都不是好官。他们既然有心和高督国沆瀣一气，那便成全他们。一跪一叩首。陈长哥，你非要如此吗？此事若传开去，国主必将罪于你，届时你将与整个官场成为对立面呐！他们也配代表官场？试问他们哪一个是官场清流，哪一个又是国之栋梁？你之党羽与你毫无二致。今日他们若能死绝，国主必是斩眉舒颜。你对诸臣自绝，无动于衷，你才是佞臣。退下，都退下吧，你们拦他不住我。老匹夫，你无计可施，继续叩首谢罪。你既是这么羞辱老夫，他日必遭横祸。到时候受牵连的可不是一人两人，而是千千万万与你相关的人。再磕！一跪二叩首。圣旨到！高督国陈长歌接旨。奉天承运，国主诏曰：天官陈长歌，神威盖世，举世无双，独国高明，克职奉公，经邦卫国。此二人一文一武，可称国之双璧，实乃朕巩固之臣。如今听闻你二人燕京火并，朕有意说和，望您二人冰释前嫌，化干戈为玉帛，钦此。谢主隆恩，臣感激涕零啊！陈长歌，国主是向着我的，他日我必死见国主，与你不死不休。
一跪，二叩首。高大人，高大人救我！陈长哥，你竟然连国主的话都不听了，你胆大包天，该当何罪？国主力求保全大局，可我陈长歌却不愿妥协。高明远无端屠杀我陈氏满门，我若与他冰释前嫌，那便枉为人子。继续，一跪三叩首。哎呀！这就是我的答复。高大人请回吧，回去告诉国主一声，我要为他清君侧。清君侧，陈长歌，国主何许让你清君侧？你竟敢抗旨不遵，又替国主自作主张，难道你要造反吗？我陈长歌未反，尔等若是继续偏袒高明远，阻止我为陈氏满门复仇，纵然是反了又如何？陈长歌，你还真想着造反呐？难不成要把燕京的天捅破？这天若也拦我为陈氏满门讨个说法，那他便该被捅破。今日纵是燕京城内烽烟起，也无法阻拦我陈长歌。疯了，真是疯了！陈长歌，你要是敢造反，你就死定了！吴王到！我听闻燕京城大军压境，便连夜带兵前往皇宫擒王。我在那里没有看见一兵一卒，反倒在这里听闻长歌你要谋兵造反啊！谨言慎行呀！这可是国破山河碎、破天的大事。我劝你还是再掂量掂量啊，长歌。愿天官三思后行，愿天官三思后行。刘弼，你这是何意？长歌，你我同是行伍出身，我念有同袍之意，特来相劝，莫要一意孤行啊！你还是赶快放了那高都国，随我去见国主领罪吧。你说的倒是轻巧，他杀的不是你满门，我岂能放过他？那便是你不识抬举了。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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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长歌，吴王一来秦王，想必其他诸侯也即将纷纷赶到。你还不赶快放了老夫，并且跪地同各路诸侯求和，我可以让各路诸侯对你网开一面，并且上书国主，留你个全尸。笑话！你是待宰羔羊，吴王保不住，诸侯救不得。二跪，一叩首。刘弼，你奈我何？陈长歌，我知道你有百将难比之勇，万夫不敌之力，可只凭你还有那8个大头兵，如何抵得了我10万大军？我再奉劝你一次，早死路上早回头啊！吴王已将此事围得水泄不通，如铁桶一般。你已是瓮中之鳖，如果不想在吴王的铁蹄下化成肉泥，你就乖乖的束手就擒吧。二跪，二叩首。吴王，你还不赶快动手？你难道让这个混账东西反复践踏你的尊严吗？我岂能容他破了我的威名？你我无怨无仇，我也劝你一句，若不想自取其辱，即刻带队收兵。猖狂至极！杀！杀！云英何在？81路战神何在？100万明军战否？陈长歌，你当真要反？陈疯子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撤军？干什么？
我说过了，下为臣家讨说法，上为国主清君侧，使臣家满门未济安息，令国主斩眉舒颜。陈长哥，这些都是你为自己谋反编造的借口，以陈长哥之心，路人皆知。高家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吗？当朝权贵以接连死去硕人，这还不能让你满意？不够，我仍不满意。二跪三叩首。这下你如愿以偿了吧？还未如愿。陈长哥，你还想怎样？斩你！天官81路战王已带铁骑将吴王10万亲兵尽数擒获，但不曾伤其一人。另外，各位诸侯得知您携大军开赴燕京后，纷纷折返，回到各自封地。诸侯尽已返，吴王归不归？高老，此作孽不可活，自己擦屁股吧。我们走。高斗国，我也无能为力。这祸源因你而起，我要即刻禀明国主定夺。你再求多福吧。你们别走，别走啊！都走完了，没想到我这万人之上的都国，居然有一天沦落至此。没想到我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了。此前你风光无量，一呼百应。而君却如丧家之犬，惶惶终日，不知你大权将去，命不久矣的滋味，如何？陈长哥，你只是胜在了此时此刻，你真以为你稳操胜券了吗？输赢胜负我不在乎，我只做我应该做的。三跪一叩首。陈长哥，你纵是让我做了3跪9叩，又能如何？死去的人也活不来了。3跪2叩首。陈长哥，你就不想知道老夫为什么下令屠杀你满门吗？3跪3叩首。陈长哥，你纵使让老夫做完了3叩9拜，又能如何呀？老夫现在依然还活老夫现在依然还活着，你已经失去了杀死老夫最好的机会，你的命中克星马上就要到了。命中克星？笑话！即刻将他在我陈氏满门的灵位前枭首，我要以他的头颅祭奠我陈氏亡魂的在天之灵。陈长哥，你不会如愿的，你杀老夫不得。老高，休得逞过，这刀下去叫你几个身首异处。打！陈长哥，你命中的克星来了！高大人救我！国师，快镇压其罪呀！陈长哥，可否还记得贫道啊？南疆妖道，你不在南疆，怎在燕京之地？南疆那个不毛之地已经被我榨干了，这燕京多繁华呀，所以我就不请自来了。国师虽然是出身南疆乱地，但现在已是国主敕封的大国师，自大夏3教9流，统御诸天万法。你若把他当作你活命的依仗，那真是大错特错。
你此前龟缩南疆不出，我无暇管你。今日既是撞见，我必将你身首异处。陈长哥，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？不妨告诉你，国主已经赐下我好几桩机缘，如今我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，你还敢大放厥词？国师啊，何必与他这井底之蛙说海？速速出手，将他震杀！国都放心，我这就灭了他的肉体。妖道，这就是你说的长进，你也只能寄止于此了吧？莫要欺人太甚！哼！元首仙丹！我本当天子脚下燕京之地，最多是飞禽走兽遍地，如今看来，比我想的更加糟糕。你这邪门歪道，竟敢在此横行无忌！你不是号称有金刚不坏之身吗？你不是号称万法不侵吗？如今为何还不用出来？陈长哥，你竟敢如此伤我道体，这一切尽如苍天之眼，万般罪业强加你身，来日你必遭天谴。不止你，还有你身边的人都将在天谴之下魂飞魄散，命丧九泉。你真当自己是口含天线、言出法随的大神通者了？你不过是一个鸡鸣狗盗之辈，上苍岂会因你而动？我又岂会横遭天谴？陈长哥，你快抬脚啊！国师侍奉国主，专要为其炼丹，你若是废了他手掌，日后国主定然降下责罚。这是颜孽，这一巴掌是你应得的教训。你身为国主身边之人，理应督促国主亲政爱民，可你却为这妖道说话。我问你，是何居心？这一巴掌便是我给你的机会，日后若能痛改前非，对国主好言相劝，我便不予追究你的责任。可你若是再敢蛊惑国主，沉溺声色犬马，我必剃刀将你一劈两半。若是记住，还不快滚！妖道，你此前祸乱南疆，我还没找你算账，而今又敢以炼丹为由蛊惑国主，妄图败坏国主龙体，进而祸乱朝纲。你若不除，国主危矣，天下危矣，我即刻便为大夏江山社稷除掉你这隐患。你对其急不可耐，想必这就是你口中的灵丹宝药。那你不妨多吃一点，定能使你延年益寿，羽化登仙。陈长哥，我知道一口气吃下去这么多的元首仙丹，我命不久矣。既然命不久矣，那我就再多吃一些。陈长哥，一颗元首仙丹就能让战王半步入玄。如今这一瓶仙丹已经入了贫道之腹，现在我的功力已经胜过你了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要先灭了你！蠢东西！你如此羸弱的血肉之躯，又岂会盛下如此之多的玄气？高明远，这便是天官的命中克星。
陈长哥，你已经突破了眼睛的半边天了。你是我大夏的罪人，大夏又因你而亡啊！国主啊，国主，陈长哥不出，我大夏危呀！老狗，你哭天抢地装什么忠臣？该处的就是你们这帮奸臣！请天官出手赎奸。下去向我陈氏满门110口请罪吧！将这奸佞贼首暴尸菜市口，让百姓鞭挞泄愤，让百官以儆效尤。是，天官。天官，如今那老狗已就地伏法，不如将这个毒妇斩了吧。不，陈长哥，我不想死，你能不能看在我们多年的兄妹情分上放了我？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人都说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陈长哥，不，哥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给我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，好不好？我答应你，只要你留我一条小命，我一定会好好改错的。哥，你不要杀我，你不要杀我。我以后一定会每日为父亲母亲诵经超度，我也会为陈家的其他人去祈福的。哥，求你了，别杀我！你不配为父母和陈氏冤魂诵经祈福，你心里若是有他们，岂会对他们赶尽杀绝？我说了，要让你亲眼看着我打碎你所有骄傲，击溃你所有依仗。如今你最大的靠山高明远已身首异处，亲眼看着他死去的滋味如何？既然你无话可说，那就去黄泉路上和高明远做个伴吧，继续在他面前摇尾乞怜，下辈子再做他们高氏的一条忠犬。哥，我知道我该死，我是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不该杀了父母，不该灭陈家，更不该送朵朵去太玄门炼药。哥，我知罪，我是个罪人。你现在不用再亲自杀我，脏了自己的手，我以死谢罪。天官，毒妇已死，毫无气息。都国已死，朝中奸佞伏诛，100万明军已完成任务，已无需待命言经。尔等同81路战王，带他们回北冥吧。天官，若是如今收兵，恐怕……慎言。天官，天心难测呀！怎么，我说的话不管用了吗？云英不敢。让他们回去吧，国主真怪罪，便由我一人承担。立即收兵。是。江玄德，朵朵要在你太玄门少一根头发，你太玄门就等着灭门吧。走，随我接朵朵回家。国师说这元寿仙丹能生死人肉白骨，我早都想好了这一步。
陈长哥，你也不过如此嘛！我以诈死骗你，又以国师落下的丹药治愈伤势，如今我叶倾城又回来了！陈长哥，我还会再与你不死不休。你以为你杀了战王父子就没事了？整个大夏多的是找我叛父的告知，我很快就又能找到新的后台。你给我等着！启禀师尊，依旧不见国师前来，也无都国府半点消息。怪了，国师半路折返，说是为去高都国诛灭邪祟，而今迟迟不来，难道是不敌那邪祟吗？不可能，国师可会玄术，而且都国府中我太玄门10大长老也在，这世上岂会有邪祟能缠住他们？哎呀，国师啊，你快到吧！拍卖会开始在即，你若不来，难道要我擅自做主，将那几件法器拿去拍卖吗？去请国师和10大长老速速前来。谨遵师命。再探再报，若山下还无消息，务必去趟都国。吉时已到，拍卖会开始了。诸位，我太玄门受国师差遣，于门内举办此次拍卖盛会，是我太玄门无上的殊荣啊！而各位江湖巨情至此，也使得我太玄门蓬荜生辉。老夫感激之余，也有几句丑话要说在前头。今日拍卖盛会，谁若坏了我太玄门的规矩，对国师3教9流之主的身份不敬，我叶玄德必将对其问剑。只是希望各位能暂时放下彼此之间的新仇旧恨，踊跃地参加本次拍卖。待到拍卖会结束，各取所需之后，再找到仇家，一较长短。我宣布，拍卖会即刻开始。接下来有请第1件拍品。这太玄门中为何有如此多的江湖人士？纵使江湖鱼龙全部聚集于此，我也要带回我的朵朵。18般兵器与武林秘籍已悉数拍卖完毕，接下来就由我为众位介绍后续的几件压轴拍品。这些是国师之前使用过的法器，每一件内都蕴藏着玄气，即使是普通之人掌握，也能够使用玄术。诸位，
这玄术之妙，不用我多做介绍了吧？啊！国师好大的手笔，这次竟一口气放出这么多法器。听说法器在手，我等习武之人也能动用仙家玄术，那岂不是可以千里之外取人首级？我白虎帮全要了。哼，你一个小小的白虎帮也配独揽？我唐门专为此前来。哼，江门主，这些我全都要了。哎，唐门主莫急，我知你唐门有此实力，但能否允许我向其他豪杰展示完这最后一件拍品？这好你个江玄德，你居然把朵朵关在笼子里，还要拍卖他！原来是他，我没羞意呀！你们两个是混哪条道的阿杂货色，也敢偷袭太玄门之主，简直不知死活！不知死活的是他，他如此对待朵朵，真是论罪当诛。天官，这江玄德交由我来，您快去救朵朵。找死！岂容你打断拍卖，当我唐门得宝？即刻将成为我唐昊天后下亡魂！不知死活！江玄德，你竟敢躲！你可知这是你唯一一个死得痛快的机会？云大人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朵朵是天官之女，你敢说这是误会？她是天官之女。没错，朵朵是我的掌上明珠。朵朵，爸爸，你可算回来救朵朵了。爸爸，你快救救朵朵吧！朵朵不想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被他们割开肚肚。爸爸，天官护动啊！你若强行开笼，他势必会暴毙而亡啊！你什么意思？敢质疑天官的神通？哎呀，大人，你误会了，误会了。这方寸囚笼是国师选用天上云铁打造，又辅以玄术加持炼制，上面布满了神纹呐。触动神纹，便会有少量玄气惩戒小姐；可一旦破坏了神纹，便会有大量玄气溢出，将小姐绞杀呀！钥匙给我！这天官有所不知啊，这方寸囚笼上下内外浑然一体，这根本就没有钥匙。死到临头了，你还敢撒谎？若是没有钥匙，以后如何打开？我真的不知道呀，这国师他也没有告诉我开笼之法呀。你撒谎！你分明知道。宁云，在这节骨眼上妄言，你是何居心？国师何时向我说过这开锁之法啊？你是想为师死吗？拜见天官，我是太玄门记名大弟子宁云，5年前曾在北冥军中服役。你还在撒谎！你与国师交谈时，我就在你身旁。你岂会不知，打开这方寸囚笼唯一办法，就是隔笼杀了这笼中姑娘，以其心头之血沐浴神丹。哎呀，天官呐，您别听这逆徒一派胡言，我若是知道，怎会不告知于您呢？一定是逆徒觊觎我太玄门门主之位，想借您之手来除掉我呀！逆徒，你虽然打得一手好算盘，但天官慧眼如炬，怎么会入你的圈套，成为你手中之刀？你给我闭嘴！若他所说属实，你便与那妖道就是一丘之貉，真是歹毒至极。天官一定会将你千刀万剐。
大人，属下所言句句属实，若有半句虚假，免遭天打雷劈。你还在等国师支援呢？啊，你岂会知道，国师已经被天官大人在都国府中灭掉，就连你仰仗的太玄门10大长老，也因冒犯天官被尽数击毙。诸位，我宁云愿以性命起誓，指控太玄门之主江玄德暗中勾结国师，意欲对天官大人恩将仇报。此人狼子野心，背道离德，根本不配执掌太玄门。他言之凿凿又以性命起誓，看来你早已背叛天官了。哎呀，天官明鉴呐！我怎么会背叛天官呐？你千万别听这个逆徒胡言乱语。你若真是听他的，就真的中了他的圈套了。请天官给我个机会，给我一个清理门户的机会呀！逆徒，你趁机谋逆，欺师灭祖，你才是狼子野心，为师定不能饶你！江玄德，你干什么？陈长歌，如今我法器在手，足以与你一战，再也不惧于你了。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，你的小心思我岂会看不出？既然你已看出来了，为何不说啊？你的傲慢终是害了你自己，当然也害了这个本该被你救走的小东西，要以此来逞强我了。江玄德，天官当年的救命之恩，你就是这样报答的？你真是狼心狗肺，罪不可恕！宁云说的没错，我早已背叛你陈长歌，而我为的就是陈朵朵身上这枚神丹呐！国师为了找你复仇，来太玄门拉拢我，他承诺100万心口血帮我炼丹，然后再助我百尺竿头更上一步。如今神丹已即将大成，而你陈长歌也已入局中。这陈朵朵已再无用处，只能以此来助我完善陈丹，助我如愿以偿了。我先碎了你这块绊脚石，再灭了陈长歌这个拦路虎。这浮尘中有无尽玄气，而今你长剑已损，只能赴死。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！那又如何？你没听江玄德刚刚说他那浮尘法器中玄气无穷？这个陈长歌就算再厉害，最终也终会力竭。江玄德法器在手，陈长歌败局已定，如今不过是垂死挣扎。陈长歌，你可听见他们说的？这浮尘法器当中玄气无尽，你再厉害又如何？最终你终将会力竭，你胜不得我。你最终将会变成这神丹的养料，以心头血或陈朵朵的心头血，在这神丹中团聚。他做不得你嚣张的依仗，既然你以为他会是你的底气，那我便叫你亲眼看看我是如何碎了他的。哼，死到临头你还如此猖狂，别以为你曾经救过我的命，我就可以对你网开一面。陈长歌，我是要杀你，是要成丹，
你给我即刻去死！这怎么可能？我还有法器，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破！啊！你继续！哎呀，天官饶命啊！我知道错了。继续！求天官饶命啊！你不敢拿，我帮你。天官，是我江玄德不知深浅，是我江玄德将仇报，对不起您。我江玄德愿意以死谢罪。好，许你即刻自裁。我不想死，我也不能死啊！我还未进入武道之天，神坛也还未助我入选，我已经冒死背叛了天官，我这双手已经沾满了无法击杀的罪孽，就差那一点，我怎能功亏一篑？怎能功亏一篑？不应该呀！陈教头，陈教头，陈教头，我求求你赦了你的小命，祝我神坛大成，祝我神坛大成！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救救我这个可怜的人吧！陈教头，好，陈教头啊，陈多多啊！爸爸，我害怕。找死！陈教头，该死的孽障！临死之际，你还执念未消，我看你已入魔，我便即刻斩了你！不要斩我，我可以将功补过，我可以总改前非，我可以告诉天官大人这方寸囚笼的该死方法，我认罪。何须用你告知我打开方寸囚笼的办法？即刻我便让你看看我陈长歌是如何破了它。破！多多，爸爸来接你回家了。爸爸，恭喜天官父女团圆。爸爸，爷爷奶奶被青虫姑姑杀死了，妈妈也被他们带走了，是朵朵没有保护好妈妈。多多不哭，坏人已经被爸爸打走了，找到了妈妈。至于爷爷奶奶还有那些叔叔阿姨，爸爸会竭尽全力救活他们。爸爸，是真的吗？当然，爸爸说到做到。走，多多，爸爸带你去见妈妈。以此惩戒，处决了他。从今以后，太玄门之主之位便由你来做。江玄德，你背弃天官，见利忘义，今天就是你该还债的时候。不是，从今以后，太玄门之主就是他。恭贺宁门主！日后你应当以此为戒，莫要让天官寒了心。你若敢背信弃义，他知今日亦是你的明天。大人放心，待我谢过天官。长歌一去不回，会不会也遭遇了不测？叶倾城，女子本弱，为母则刚。如果朵朵和长歌都遭了你的毒手，我也一定会找你拼命的。长歌，长歌，
多多还是没找到吗？猜猜我是谁？多多，你猜对了，妈妈，这是我给你的奖励。静书，我已经兑现了和你的承诺。一会儿我让云英护送你们去北冥，往后我们就在北冥生活。爸爸，北冥就是你当兵的地方吗？对呀。好耶好耶，朵朵想去那里好久了。长哥，那你呢？我一会儿回金陵，看看把爸妈还有陈家的那些人全部救回来。恭喜天官，一家团圆。起来吧，我要回金陵了，你帮我将他母女2人送到北冥安顿。是天官，我一定会将主母和小姐送回北冥的。啊，对了，这个是我过来在门口看见的，应该是给您的。天官，你怎么了？这盒子上飘着淡淡的血腥之气。天官，师爷倾城，他还没死，请天官责罚，是卑职的失误，让您受到了蒙蔽。起来吧，错不在你。血书上写了什么？替您补上遗骨，下战书邀您去燕京会所。叶倾城，我不杀你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纵使你找到了新的靠山，有了新的依仗，我也会当着你的面将他亲手击碎，再将你亲手挫骨扬灰。你在此护住静书和朵朵，我去灭杀叶倾城。天官，带上这个，这个是当年国主赐下燕京会所时的信物。よし。武藏大人，我可是已经给那个陈长歌下了战书了，接下来可就要指望您替我出这口恶气了。我们岛国人最注重信誉，就像夏国人说的，一口唾沫一个钉子，只要陈长歌敢来，我就把他的脑袋拧下来，双手奉上。那倾城就先谢过武藏大人。陈长歌，还真是你这个负心汉！哼，白欣欣，时隔多年，你还在胡搅蛮缠。当年你捏造一张假婚书，差点误我终身，被我识破后，你仍不甘心，四处造谣污蔑于我。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。陈长歌，当年你欺负我不成，现在还对我横加威胁，你还是个人吗？爷爷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他就是你时常提起的陈长歌？对，就是他，他就是当年在金陵差点夺去我贞操的淫贼，
害得我夜夜噩梦，还险些害得我无法嫁入唐门。好啊，苍天有眼，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欣欣，你放心，爷爷这就替你出了这口气。你个偏远之地出生的毛头小子，居然敢侮辱我燕京白家大小姐！事发之后，你不来我白家道歉也就罢了，事隔这么多年，你竟然还是这样的死不悔改！把他拿下，交给欣欣，千刀万剐！上！哼，这是什么妖法？你们白家上梁不正下梁歪，祖孙3代一个德行，如此家风，可担不起燕京4大家族的名头。若不悔改，迟早横祸临门。站住！你羞辱老夫之后，想一走了之吗？爷爷，他竟然还敢诅咒咱们白家，你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，要不然，要是被别人知道了，咱们白家居然被一个小门小户出身的阴沟地鼠给羞辱了，你以后你的老脸还往哪儿搁呀？陈长歌，老夫已怒不可遏了，你们想清楚再走。爷爷，亏你还是4大家族的掌门人，连一个小门小户出身的阴沟地鼠都留不住，太让我失望了。哎呀，欣欣呐，哎呀，爷爷老了，那小子他执意要走，爷爷也追不上啊。你放心，他跑不了。回去之后，爷爷会动用白家全部力量为你出气。只要他人在燕京，一准逃不脱咱们的天罗地网。行，我就再信你一次。你要是还不能帮我出气的话，我就不认你这个爷爷了。哎，好，哎，嫂啊。老爷子，帮欣欣出气你就办不到，我看呀，你真是废了。白家之主的位置，不如让我这个孙女婿来当吧。老公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燕京会所啊，见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人物，为你我争取一个扶摇直上的机会。老公，你可太厉害了，不像某些人，真是窝囊，一点用都没有。老爷子，你来了也碍事儿，回去吧啊！正好我来这儿办点事儿，就把欣欣交给我吧。哎，我刚才的提议啊，你回去之后好好考虑考虑。等你想明白之后，可以在处理完招商大会的事情之后，将白家的位置交给我来做，不要让我等得太久，我的耐心不多。啊，行，没有问题，我可以考虑考虑。不过这次你们俩进去之后，一定要替我白家拿到那份，樱花商会的万亿订单。行了，老头儿，啰里啰嗦的。你以为我老公像你呀？你只会把事情办砸，而我老公只要他愿意出马，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他。老公，咱们快进去吧。等办完了事情，咱们就回家逼老东西退位。等你今晚当上了白家之主，我就奖励给你看我新学的花样。你好，请出示会员卡。会员卡？我们燕京会所是燕京最高档的娱乐场所，肩负着在国际会议期间接待各国外宾的重担。平日里呢，虽然对外开放，但是如今万国招商会在即，除了各国来宾以外，其他的人均需要会员卡才可以出入。我没卡，但陈长歌这个名字够不够让我进去？那不好意思了，现如今是只认卡不认人。陈长哥，人家认卡不认人，你还不快走？你还杵在这干什么？你一个小门小户出身的阴沟地鼠，也敢赖在这里？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？你就是陈长歌，你之前欺负欣欣的事情我可都知道，但老子今天啊没有时间给你清算这些问题。等我办完了正事儿，一定废了你，然后再交给欣欣，把你千刀万剐。没想到您竟然是我们燕京会所的顶级会员。看到了吗？这个就是我老公尊贵身份的象征。老公，我们走吧。别急，哎，这顶级会员是不是有专属特权呀？顶级会员是有专属特权不假，不知您是要……
那就帮我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好，那我就代替您行使顶级特权。来人呢？我倒数3个数，如果你还不滚出去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，把你当成死狗一样扔出去。别只打断他的腿呀，最好能弄死他，以免日后再脏了我的手。好一个狗眼看人低的阿杂东西，让你这种天生是脸的货色当看门狗，真是要败光燕京会所的口碑。陈长哥，你简直不知死活！你一个小门小户出身的阴沟地鼠，竟然敢侮辱燕京会所的内部人员！你可知这燕京会所的幕后之主是谁？哦，是谁？那可是我大夏鼎鼎有名的北冥天官。像你这种冒犯之举，若是传入了北冥天官的耳中，就算你再能打，就算你有10条小命，都不够天官大人杀的。北冥天官不会杀我，恰恰相反，他若知道了，还会感谢于我。你倒是提醒我了，我还有这东西。你不认得我，这个你可认得？这是代表我们燕京会所的信物。你求我无用，自己滚去请辞吧。你也说了，燕京会所是大夏招待外宾的重地，不该留你这种蠢货。你回来！他手里的信物，你连来路都不问，啊？就这么让他进去？他是小偷偷东西怎么办？或者是伤害了前来参会的万国大使，这责任你担得起吗？你就是啊，我老公说的没错，他一个小门小户出身的阴沟地鼠，他手里的信物怎么可能是真的？你就是大意了，你根本就没有担当起你要负的责任，你也对不起你身上这身衣服。都是你这个贱货拱火，让我得罪了了不起的大人物，都是因为你，我才丢了这身衣服。我去你的吧！他妈！你连老子的女人也敢打？这身狗皮你已经脱了，还以为穿在身上呢？打断他的狗腿，然后像一条死狗一样给我扔出去！住手！你一个白家的赘婿，也敢在我燕京会所里放肆！主官救我！救救我！现在是上班时间，你西装落地又颜面尽失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务必给我一个交代！都是因为他这个贱人，让我得罪了一位大人物，那个大人物把我开除了，所以我才脱下了外套。可是现在他的这个野男人要利用会员卡的特权打断我的腿。了不起的大人物，谁？一个今年来的阴沟地鼠，拿着一把一看就是镀金的金钥匙，竟然唬住了方经理，还成为了他口中的大人物。真不知道这种蠢货是怎么当上你们燕京会所的经理的。金钥匙，莫非是天官？你给我闭嘴！再敢胡言乱语，即刻取消你们会员的身份，往后休想再踏入燕京会所一步。他冲犯了天官，给我打断他的腿！哎，老公，你来燕京会所会见的贵客就是在这个包厢吗？太好了，老公，给我们白家派发万亿订单的樱花商会大使也在这个包厢啊！哎，你说的大使是不是宫本武藏？对。我来找的也是他。照这么说来，这樱花商会万亿订单岂不是你我的囊中之物啊？老公，那你可记得在宫本武藏先生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？那是当然。武藏阁下，唐门少主唐三求见。这叶青君可真是个人间尤物，真不知道陈长阁为何非杀他不可。只在我玩死的大夏女人之中，足可称得上是翘楚，但他重伤未愈，全然扛不住我这色中之鬼的摧残，可惜，不够过瘾呢。武藏阁下，唐门少主唐三求见。
进来。武当阁下，唐门少主唐三受邀前来助力叶倾城小姐诛杀贼人。刘大贼说说你唐门最为特殊，来得晚也就罢了，还教了我的好事。看来唐门是不想为我樱花商会效忠了。阁下息怒，唐门岂敢？求阁下给我一个机会，我愿意在事成之后献上大夏数百位美女向您赔罪。如此最好。你现在上楼，其他几大贼首都在茶水间候着，你和他们一起等陈长阁一到，即可灭杀。武当阁下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这是我的妻子白欣欣，也是白家派遣来要樱花商会协商万亿订单的项目负责人。您就看在我唐家多次为您效力的份上，能不能给白家一个机会？姿色虽然不如叶倾城，但也能凑合着下下活。白小姐，你过来，坐我身边谈万亿订单。你们白家真想要我们樱花商会的万亿订单？我把这杯酒喝了，然后再把我伺候爽了，我就代表樱花商会给你们白家万亿订单。老公，我要怎么办呢？武当阁下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叶倾城没让我过瘾，我现在要拿他泄火。武当阁下，这万万使不得呀！欣欣，她是我的老婆呀。八嘎！我就是要玩你的老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你什么你？你要有意见，我即刻灭了你们唐家。还不快滚！你是要看着我玩你老婆吗？老公，你说过的，你不会抛下我的，你会爱我一辈子的呀。白小姐，唐三这家伙根本不懂得怜香惜玉，还是我好好疼你。白小姐，能和我睡觉，我保证你不会后悔。把这杯酒喝下去，你会长寿的，多少女人长寿不到的快乐。小鬼子！我日后是想让我唐门死士爱上了你。老子虽然不喜欢白欣欣，可她也是老子迷上的老婆。给我站住！给我站住！我只是路过，可你却起了杀心。再敢造次，死！你会玄术，你就是我大夏天官陈长歌。好啊，果然是你！你是个只会窝里横的杂碎！我去你妈的！你根本就不配当我大夏天官！老公，救我！你他妈还敢跑，老子干废了你！老公，你看到了吗？小鬼子！就在你的面前明目张胆奸淫我大夏的女人，你
不管不问，你算个球的大夏长官！白欣欣那是羊入虎口，自作自受。我呸！去你妈的！小鬼子都他妈骑到你头上屙屎撒尿了，你他妈还选择视而不见！也难怪叶小姐叫我们杀你，你真他妈该死啊！你这种人枉为我大夏天官！唐三，你的活腻了吧？既然你想死，那老子就成全你。武藏阁下饶命啊！不是我有意要打扰你，是陈长哥杀过来了。叶倾城，原来你藏在这儿！放开！你给我站住！放开！你们连我都敢打，我即刻将你扒皮抽筋！武藏大人，先别冲动，您不是他的对手，快叫六大贼首和那四上人来制服他。他和你口中的六大贼首，还有那四上人，便是你新找到的靠山。没错，比起都国和战王那两个废物，这位来自东瀛的武藏大人更值得效忠。效忠东瀛倭寇？叶倾城，你竟敢通敌叛国，成为异族人的走狗！如果说仅仅只是把身体奉献给宫本武藏先生，就被你当作是叛国的话，那我引东瀛武士去屠杀你陈氏满门一事，又该怎么说呢？你说什么？陈家灭门，东瀛人也参与了？看来你还是被蒙在鼓里啊！你是不是以为杀了都国父子就可以大仇得报了？都国父子在幕后主使的面前只是小角色而已，让陈氏灭门的元凶是樱花商会，还有大夏商会。不错，我樱花商会也与大夏商会在大夏联合办厂，可你爹那个老不死的却抓着几十年的陈年旧事不放，对我们拉帮结派横加阻拦。我国高层为了我樱花商会在大夏的发展，也为了你们大夏的经济腾飞，只好拿你们陈家这只出头鸟杀鸡儆猴。听到了吗？真相就是这么残酷。不过呢，不作就不会死。你陈家灭门，都怪你爹。你根本就无法向这两个庞然大物寻仇，而且你早都已经进入了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之中，很快你就会被快刀斩成烂泥，魂赴黄泉去见你的父母和陈氏满门。今日我樱花商会双喜临门，一来能斩掉大夏天官陈长阁的项上人头，运回国内供国人展览；二来能够在万国招商会上一举拿下东海56岛。那倾城恭喜武藏阁下了。现在恭喜尚早。等我拿下56岛，再以此为跳板，大举进攻大夏，占领九州。到那个时候再恭喜不迟。那倾城祝武藏阁下的愿望早日实现。陈长哥，你面前的6人竟是我大夏江湖风头无两的杀神，你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我的好哥哥，妹妹我呀，实在是不忍心看你在他们的围剿之下屈辱而死。那现在妹妹就给你个机会，
你若是现在愿意跪在地上磕头认错，承认自己输了，承认你不如我，那我就好心发发慈悲，让你自裁，如何呀？机会难得呀，不为别的着想，也为你的妻女着想。生不如死的滋味可不好受。吴桑大人，你倒是点醒我了。我嫂子可是金陵第一美人，虽说已经生儿育女，但依旧如少女般豆蔻年华。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。日后我若是拿下了她，就留她一命如何？到时候呢，让她与我一同伺候伺候您。是的是呢。陈长哥，你我之间是时候该做个了断了。我给你的机会，赶快考虑考虑，尽快给妹妹一个答复吧。叶倾城，你必将死无葬身之地。陈长哥，你死到临头还敢嚣张？你已经入了叶小姐的天罗地网之中，有如瓮中之鳖。我他妈！陈长哥，你竟敢杀我老公！我老公可是唐门少主，等唐门之主唐昊天到了，他会将你千刀万剐。你口孽深重，如同叶倾城一样令我厌恶。但你罪不至死，我不杀你，今后就当个哑巴。陈长哥，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我就要与你鱼死网破，不死不休。除且留他头颅，其余骨血剁成肉泥。杀！你不是信誓旦旦的向我保证六大贼首可以轻而易举的落下大人吗？为什么连九级派的4大人圣都杀不了他？你慌什么？能不能别狗叫了？这个家伙竟敢忘我！我这家为这害死了我也chết死你！你冷静一点，别忘了，你可是樱花商会唯一的继承人，还是你们东瀛特派参与万国招商会的大使。他陈长哥不敢杀你。好像是。蠢货！就算他陈长哥是孙猴子，但你的身份可是镇压他的五指山。他说的没错，我是大使。你如果在万国招商会期间杀了我，那就是破坏东瀛国和大夏国的国际友谊，你们国主怪罪下来，你承受不起。如果我东瀛国主怪罪下来，势必会对你大夏大兵压境，届时国战一触即发，你大夏国又会像几十年前一样被我东瀛大军踏破山河。国战若起，山河破碎，届时民不聊生，荼毒万里。你陈长歌将会变成历史的罪人，将被永远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哼，千秋万代，遭人唾弃。国战，对，就像几十年前的那场战争一样。虽然你们侥幸打败了我国的精锐之师，但是你们也倾注了全部的国力。若日后国战再起，我国的军队势必会君临大夏，将你们亡国灭种。你这个弹丸之地出生的狗崽子，也敢做这种春秋大梦，找死！疯了！陈长歌也真的是疯了，他可是万国招商会最重要的大使。我生平最恨2件事：
忘恩负义，背弃国家，你叶倾城两样都占了，真是好大的本事啊！父母养你，你杀父母；大夏养你，你叛国家。不忠不义，不仁不孝，悖逆人伦，僭越礼法，你不配活着，随他去吧。你是他们的帮手？我是燕京会所的主管。把残局收拾了。请天官大人救命！起来说话，慢慢说。国主有性命之忧。什么？我昨日在寻找天官之时，听到各国大使他们正在交谈一件事情。据说大夏的国主明日会出席招商大会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绝佳的动手时机。你才得到消息啊？东瀛那边早就闻风而动了。什么意思？前不久，我遇见了东瀛大使宫本武藏，他告诉我，他已经安排了九局派的高手潜入了万国招商会之中了。东瀛王我大夏之心不死，我早就料到他们会在万国招商大会上作妖，于是便监视着他们在燕京会所的一言一行。可是没有想到，他们竟然敢如此胆大包天，竟然要在万国招商大会上刺杀国主！恳请天官大人速速前往万国招商大会，拯救国主！我陈长歌长恨生不逢时，不曾与先辈浴血奋斗，抵御倭寇。如今一个难得的机会摆在我面前，哪还用得着你求我？我巴不得快些去。起来吧，此处的收尾工作交给下人去做。你随我去万国招商大会，带你看看那帮狗娘养的倭寇是如何在我陈长歌的刀下人头落地的。我呕心沥血，终是办成了这万国招商大会。待到万国大使答应来我大夏办成，我大夏长久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定能烟消云散。若事态全能按照预想中发展，那我刘景龙的名字从此以后就可以名垂千古。诸位，我大夏国主龙体欠安，如今正在后台休息。今日就我刘景龙代替国主招待诸位，与诸位大使共同商议来我大夏投资事宜。如此重要的场合，你们大夏国的国主居然不到，你们大夏国是看不起我们吗？你们号称礼仪之邦，这就是你们的礼数。既然你们这样目中无人，又何必求我们远渡重洋，在你们大夏投资办厂？你可知道戏耍列强的下场吗？是想如100年之前那样，让列强一道发兵问罪大夏吗？我即刻回去上书我国国主，向你们大夏国国主下战书。诸位，国主不是不来，实乃……我不听你解释，我就想看到大夏国的国主，或者是大夏的诚意。对，拿出你们的诚意。国主单独入随，实不能来。不知道你想看到哪方面诚意，我们可以好好商量。如果你能做主，向我们寒冰国割让你们大夏国东境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我可以考虑原谅你们大夏国对我们寒冰国的冒犯。这，你还敢犹豫？你信不信？我马上让国主出兵。好，好，好，大肆息怒。我会在会后请示国主，让他答应给予贵国东境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还请大使高抬贵手啊！哼，不费一兵一卒便拿下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大夏果然还是如同100年前一样，任我列强肆意践踏欺凌。既然已经答应了，那我们寒冰国也就不客气了，我们将尽快派出士兵进驻这30万的平方公里土地，希望你们大夏国也尽快
撤出子民，撤出驻军。啊！你既然能给他割让土地，那也一定能给我。我本想要你西部田3的所有权，你如果不答应，我也回去上书国主，即刻发兵。我只要南海800岛礁，只是我国国主一直念想着大夏颐和园的万亿珍藏，不知能否割爱？列强的条件，我都会一一上报国主，恳请国主考虑，并且敦促国主尽其所能满足各位列强的条件。还请各位大使请坐，祝我招商大会圆满办成啊！刘景龙，你这国贼，不知慷我大夏之慨，魏狼四虎之举，可换来他们高看你一眼了。这些是些什么人？看我等的目光，似乎要将我等生吞活剥了似的。刘大人，他们是什么人？携带武器进入会场，难道是要杀了我等？放肆！陈长哥，你瞪大眼睛好好看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万国招商大会与我大夏未来数十年的国运息息相关，不容有失。你杀气腾腾携众前来，是想要毁掉我等苦心数年为大夏谋来的锦绣前程吗？诸位大使，陈长哥来者不善，诸位大使请先行撤离，招商大会恐难继续。等我处理了他，会亲自登门负荆请罪。晚了，今天他们一个都走不了。陈长哥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今天谁也走不了。陈长哥，你疯了！你难道想成为历史的罪人吗？你究竟想干什么？